Hello， 各位懂车的老爷们，今天咱唠点干货。2026年市面上的奔驰 SUV 哪4款闭眼入不亏，哪3款白给你都得掂量掂量，有钱。咱先唠句掏心窝子的，早些年奔驰这牌子为啥能封神俩字？耐造啊！当年大街上看见个三叉星，大伙儿第一反应啥？这货只要正常开，传给你儿子开都不带坏的。我当年认识个老大哥，那台90年代的 ML 开了快30年了，除了正常保养，啥毛病没有。现在逢年过节还开着串门呢。但是啊，兄弟，时代变了，这话搁2026年真不一定好使了。现在的奔驰 SUV 有那还是良心货的，底盘整的邦邦硬，3大件靠谱的不行，你开个10年8年都不带掉链子的，属于买回去就能长期持有的好东西。但还有些车啊，说难听点就是移动电子陷阱，你花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买回去，好家伙，车机卡传感器乱爆，各种电子小毛病断不了，保修期内 4S 店还给你兜着，等一出保你跑修理厂的次数比你回丈母娘家都勤，修到你怀疑人生，最后卖车的时候残值还能给你哭死。今天咱啥虚的都不整，不跟你扯什么品牌信仰，也不跟你瞎吹豪华感，那套没用的，所有结论全是靠海量真实车主的故障数据，长期可靠性报告堆出来的，实打实给你捋清楚。现在市面上奔驰 SUV 哪几款是真的香，哪几款是碰都别碰的天坑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名单绝对能惊掉你下巴。好多你觉得奔驰标杆的车，搞不好就在避雷榜里待着呢。废话不多说，咱直接上硬菜。咱就盘一盘3大雷神车款里的探花郎奔驰 GLS。您瞅瞅这名字 GLS 听着就倍儿有面子，妥妥的7座旗舰 SUV， 纸面参数拿出来，谁看了都得喊一句牛叉。空间大的能开个家庭 party， 动力强的地板油下去能让你后脑勺贴在头枕上，车机里的科技配置塞得满满当当，感觉开出去就是路上最靓的仔，现实是骨感的。朋友，这车简直就是奔驰这几年所有毛病的集大成者。您花着旗舰级的钱买回来的是什么？是一把把薅您白头发的烦恼啊！第一坑，底盘就是那个著名的空中楼阁。这车出厂标配的就是奔驰祖传的 Airmatic 气动悬挂。我跟您说，这套系统这几年在圈里臭名昭著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那橡胶气囊跟咱家老化的水管一样，没几年就给你氧化龟裂，开始漏气。打气的那个泵为了补气，天天007加班加点干，磨损的那是相当快，分分钟给你烧掉。还有那个控制阀体，说坏就坏，一点不带含糊。外面修车厂的老师傅一提到这个都乐了，大奔这底盘啊，就是我们修理厂的提款机。这不是会不会坏的问题，是啥时候坏的问题。尤其是您里程跑到8万10万公里之后，那基本上就是等着开盲盒，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。在台湾换一只外厂的气动避震器4到8万台币，眼都不眨一下。要是那个打气泵也跟着歇菜了，再给你来个3到5万。关键是这 GLS 自重有多大，跟一辆小卡车似的，这么重的家伙全压在4条腿上，它受得了吗？所以很多车主遇到的就是一个腿坏完，另外3个腿也快不行了。短短几年，光在底盘上花的钱就够您怀疑人生，直呼养不起。第二坑，车机奔驰的智障时刻。除了底盘，第二个大坑就是它的 MBUX 车机和整车电控系统。特别是这一代早期的 GLS 跳故障码，感知器失灵，车机直接死机，这毛病发生的频率高得吓人。车主呢，只能一趟趟往 4S 店跑，像个祥林嫂一样，求师傅刷刷电脑，刷了3、5次，问题还在，那心情您品，您细品。说白了，咱今天不吹黑 GLS， 它真不是一台坏车，它是一台修起来能让你倾家荡产的车。这事儿直接就体现在二手车的价格上了。您看这 GLS 开个2、3年，那折旧速度比同级别的宝马 X7、奥迪 Q7 要惨烈得多。为啥？因为在二手车市场里，大家都门清，谁买这台 GLS 都得在心里盘算一下，后面得准备多少维修的预算。这已经不是值不值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活着开回家的问题。接下而言，第2名，宾士最畅销的全球主力休旅 Mercedes Gladio， 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它。为啥要聊它？就因为它卖的最火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卖的越好，出问题坑的人就越多。它的一举一动，那可牵动着万千车主的心。那这车到底啥毛病啊？跟它大哥 GLS 一样，病根儿都扎在同一个地方 ，Airmatic 空气悬挂。奔驰这套空气悬挂那真是祖传的毛病了，橡胶气囊时间长了就老化漏气，跟个气球似的，那个打气的帮浦也特别容易累到发烧罢工，还有那控制阀体也时不时给你整个幺蛾子，一般啥时候能看出来？就早上呗。
你头天晚上停得好好的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好家伙，车屁股或者一边直接塌下去了，开起来一边软一边硬，那感觉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但是啊，老铁们，给有车主最崩溃的不是发动机爆缸那种一锤子买卖的毁灭性打击，最要命的是那种没完没了的小病小灾。今天发动机灯哗一亮，明天哪个传感器又不灵了，你刚跑到9万公里，狠心花大钱换了根空气悬挂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天真，1年后那个打气的帮浦他又给你撂挑子了。你算算，每一次单拿出来修钱好像也不是天文数字，跟发动机报废动辄几十万比是小钱，但是哥们儿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小钱攒一块那绝对是个无底洞，能把那些觉得买奔驰等于买品质的幻想给你打得稀碎。你本来以为是雷克萨斯那种开不坏的佛系养生，结果直接掉进了3天一小修5大一小病的修车道场。所以你看这几年各种可靠性报告，奔驰那个排名经常在平均线下面徘徊，而销量担当 GLE 绝对是拖后腿的那个头号功臣，而且修这玩意儿那更是花钱如流水。在咱这儿 4S 店的工时费贵的能让你心口疼，原厂的配件那更是金子做的。你想想，就算你想去外面修理厂试试，哥们儿，我告诉你，很多小店根本搞不定奔驰最新款的专用电脑。那空气悬挂的精细问题不是随便哪个路边神医能治的，最后怎么样？你还是得灰溜溜的回 4S 店等着人家盘你。所以啊，各位老铁，如果你正寻思着二手市场淘一台 Gala-A， 听我一句劝，心理建设必须做足了。里程一旦过了10万公里，你还谈什么运气不好？不存在的，那不是运气不好，那是时间到了，你该交的学费，懂我意思？终于来到3大地雷车款的第1名，代号 W164 的 ML-K-less 以及 X164 的 GL Classic。 如果你最近在各大中古车社团或网络上刷二手车，发现旧款的 ML 或 GL 便宜的吓人，心想怎么几十万就能买到豪车，千万别高兴得太早。俗话说得好，便宜的最贵。这车之所以卖这个价位，绝对有它的道理。这世代的休旅车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它同时集结了宾士史上2个最恶名昭彰的灾情，而且2招一起发作，基本上没有一台能幸免于难。第一大坑就是引擎。当时很多车款搭载的是代号 M272 的 V6 跟 M273 的 V8 引擎，这2颗引擎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，平衡轴齿轮。当初原厂采用的金属材质太软，跑个几万甚至还不到10万公里，齿轮磨损磨平之后链条就会跳齿。刚开始可能只是跳引擎亮灯，怠速会抖，加速没力，如果你当作没事继续开，最后就是整个正时系统崩溃，代价就是直接拆引擎大修，在台湾外厂随便开价都是10几万起跳。第二大坑就是底盘。这个世代用的是宾士第1代也是最不成熟的 Airmatic 气压悬吊系统。外厂的修车师傅提到这代 ML 跟 GL 几乎一致，公认是史上最会坏悬吊的宾士。气囊破裂漏气，打气帮浦过热烧掉，已经不是运气问题，而是这台车的定期消耗品。当这2大核弹级灾情组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中古车市场上最诱人的毒药。看起来只要国产小车的价格就能买到气场拉满的大宾士，但买回去开没多久，你就会同时接到大修引擎跟全套气压悬吊换掉2张天价报价单。除非你是自己开汽修厂，或是打算买回去当改装专案车，否则这款老宾士建议大家直接绕道，能离多远就离多远。兄弟们，前头那几个大雷咱都唠明白了，今天咱不整那些虚的，直接掏干货。咱们盘一盘梅赛德斯奔驰整个 SUV 家族里，到底哪4款才是真叫一个买着不肉疼，开着倍儿省心的王炸。咱先说第4名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位小钢炮格拉。你别看它个头小，这车就俩字儿，纯粹。甭管什么花里胡哨的空气悬挂，咱 GLA 不搞那些，就老老实实给你上最硬核的钢板弹簧。就这一下，直接把那些大奔通病里最烧钱最烦人的那个病根给你一刀切了，懂我意思？说实在的，你要是奔着大空间去，那 Gala-A 真不适合你。你想要老板气场横扫全场，那也真轮不到它。就连那台入门发动机也是老实本分，没啥惊喜，但是买它的兄弟图啥？就图一个刚刚好。你花的是笨子钱，买到的却是一台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电子玩意儿的伪笨子，故障率那肯定是下来了。再说说在台湾，牌照税、保险、保养，哪个不是钱？ Gala-A 在这方面可比那些大家伙亲民太多了。说白了，你要的就是那3叉星标的牌面，要的是那内饰的精致，但又不想每次去修车钱包都哭晕在厕所，那 GLA 绝对是咱们这一圈里最稳最精明的选择。不管是人生第1辆奔子，还是你城里通勤钻胡同找车位的神兵利器，甚至是家里的第2台买菜车， Gala 都是让你最省心最不用动脑子的那个无脑选项。所以说 Gala 这车一直是整个奔驰 SUV 家族里被严重低估的扫地僧，真正的低调实力派。
接下来进入好车榜的第3名，全球销量霸主 Mercedes GLC。你说奔驰那么多 SUV， 为啥就 GLC 卖的最疯？说白了就俩字儿，均衡。这货刚好卡在奔驰产品线的最舒服的位置，不上不下，刚刚好。空间你说家用，一家3口甚至带俩老人出门一点不憋屈，小家庭用那叫一个顺手。最实在的是什么？人家大部分款用的都是传统的钢弹簧悬架，不是 GRU、GRLs 那种上来就给你标配空气悬架的祖宗货。底盘更是奔驰打磨了多少年的老平台，技术熟的不能再熟，踩一脚油门你都知道这玩意儿稳的一批。但咱也不吹神车 ，GLC 那4缸涡轮机，车友圈里俩常见的小毛病，咱得摊开说。第一个，它是缸内直喷的，开久了进气门容易积碳，这娘胎里带的特性没办法。第二个，个别年份的车正时链条张紧气磨得比别的车快，这事儿也有不少人吐槽过。不过你可别一听有毛病就吓退了。这俩问题跟 GLS 那空气悬架一坏就得花几十万修的绝症比，那简直就像感冒跟癌症的区别，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平时你按时保养，机油到点就换，这俩问题大概率都找不到你头上，就算真出也能给你拖到你换车都不一定犯病。说白了，你选车的时候就挑那钢弹簧悬架的版本，平时别偷懒按保养手册来，那你就等于花小钱把奔驰 SUV 的好处全占了。大标称面，内饰的科技感够炫，坐起来也舒服，3叉星的牌面给你拉得满满的，还不用天天担惊受怕，生怕哪天空气悬架炸了给你扔半道，一修就是好几万的冤枉钱，就这性价比，你说它卖得好能是没道理的吗？来看看这个在咱们好车榜上稳坐第2把交椅的狠角色，他就是传说中那个男人的梦想，女人的梦魇。没错，咱们今天的主角奔驰 G 级，江湖人称大 G。说到大 G， 那在整个奔驰车系里简直就是个异类，一个活化石。怎么说呢？一方面它是奔驰历史上最硬核最能打的越野猛兽，你想啊，内方盒子造型几十年不变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，气场2.8米，这玩意儿就没怕过路。但另一方面也是最能掏空你钱包的主儿，甭管是这车的身价，还是那要命的乙式保险，还有平时的保养维护，那消费水平妥妥的顶级豪车标准，跟那些花里胡哨的电子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。你瞅瞅它这身板儿，最经典的非承载式车身就是那根大梁，硬的跟脊梁骨似的，前后2个硬桥，还有那传说中的3把锁。啥叫3把锁？通俗点说，就是3个轮子同时离地，它也能给你把动力给弄下去。甭管你是沙漠沼泽还是坑洼烂路，在它这儿就一个字：干。这玩意儿的设计理念特简单特纯粹，就是为了让你在最他妈操蛋的环境里也能撒开了欢地开，而且开个几十年，它跟新的一样，不带坏的。很多开大 G 的老炮都说了，真别拿它跟奔驰那些 S 级、E 级比，论皮实耐操，开20年跟新的一样，这事儿大 G 认第2，真没车敢认第1。那这车有啥缺点吗？我跟你说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兜里的钱够不够深。你想想，这车本身价格不菲，市场上又这么火，再加上零件，那叫一个金贵。在台湾买个超跑险，那保费贵的能让你心脏病都快犯了。平时保养一下，换个轮胎，或者不小心蹭个漆做个钣金，那消费直接对标超跑，没商量。所以啊，老铁们，这话我可得给你说明白了，只要你兜里揣着的是王健林的卡，后续养车的钱跟流水似的，那大 G 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，保值率贼高，可能也是奔驰家族里最能陪你到天荒地老的硬汉霸气侧漏。但要是你咬着牙砸锅卖铁，甚至贷款才把它开回家，那我可得劝你一句，兄弟，别等车坏了，你先得因为钱的事儿把自己给整没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哎呦喂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这台车绝对能把你看傻了。最近啊，网上评了个最值得买的休旅车，结果第1名，你猜是谁？居然是这台平时路上瞅见你可能都懒得多看一眼，奔驰 GLB， 就这没搞错，对，就是它。甭管外面怎么吹，数据怎么算，老百姓用脚投票选了它，为啥？就俩字儿，实在。你看这车身方方正正的，像个移动的工具箱，这可不是丑，这是有里有面。它跟那个 GLA 啊骨子里是亲兄弟，用着一样的底盘，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它没搞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，什么空气悬挂，什么电子避震，通通没有。那些能把人逼疯的高科技通病，在它这儿一概不存在。懂了吗？这就叫从源头掐断了所有麻烦。更绝的是啥？就这小个子车身里面空间大的吓人，别说日常家用，后面给你塞俩神兽都绰绰有余。最骚的是，它还给你准备了5+2的7座版本。在那些娇滴滴的小型 SUV 里，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，开了外挂啊，朋友们！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装。别家车都在堆砌黑科技，玩情怀，玩价格，它呢一门心思就放在好用上，底盘。
最结实的老伙计，传统钢弹簧稳发动机，4缸的动力刚好够用，不跟你整那些虚的内饰，该有的质感一点不含糊，摸上去就一个字值，但又不会给你塞一堆容易坏的小配件，让你天天往修理厂跑。而且啊，我给你们算笔账，在台湾这车牌照税、保险、回厂保养都比他那些大哥 GLC、GLS 便宜一大截。为啥？就因为他没搞那些复杂到天际的电子玩意儿，完美避开了那些旗舰车型，过保之后就成了吞金兽的坑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就想买个带3叉星标的奔驰，家里人多，空间要灵活，还不想天天为了修车操心掉头发，那 GLB 就是你最无脑、最聪明的选择，闭着眼睛买都不会错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把奔驰 SUV 家族的潜规则给各位兄弟点透了，车越简单就越耐用。钢弹簧悬挂，少点花里胡哨的电子配置，这种车你开个10年8年，除了正常保养，它基本不给你找麻烦。反倒是那些标榜极致奢华、塞满了顶级空气悬挂的旗舰车，只要过了保修期，那维修清单能让你血压直接拉满，分分钟变成一个无底洞。所以各位老铁，特别是打算买二手奔驰的，听我一句劝，买车前这3件事你必须得办利索了。第一，底盘一定给他查清楚了，有没有选配那个叫 Airmatic 的空气悬挂，要是有，那恭喜你，未来的修车基金你提前预备好了。第二，发动机查清楚它具体的引擎代号，上网搜搜看看有没有什么史诗级的通病大新闻，别到时候买回家天天琢磨着怎么抢救。第三，预算算明白你未来养这车要花多少钱，别为了那个大奔的标硬往坑里跳，最后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。好了，今天的掏心窝子话就到这儿。我看评论区里肯定有兄弟跟我抬杠，或者有兄弟被这车坑过也救过，都别藏着，评论区里聊起来。还有啊，现在正纠结于2台奔驰之间拿不定主意的，直接把车型名打在公屏上，我帮你们好好盘一盘，到底哪台才最适合你，赶紧的。